是钱决定你们快不快乐吗？全世界快乐指数最高的是不丹。攀比跟嫉妒有的时候它是天性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展览，没有演唱会，没有录音，你还做不做音乐？你们问过自己吗？其实一切的这种所谓的造型，所谓的艺术处理，其实都建立在一个你对它最珍贵的东西的这种尊重。他们曾经如此的感动过我，就是太丰富，就太好了，就是 so beautiful。你别动啊，李静，那儿可是一个好看的点。进来就我一个人，其实我就是开始了。其实我是要用一些烟来，又跟我这些朋友，我们坐下来，我们聊一聊。吹得非常好，对，然后也是有几个音，对啊。今天来看朱哲琴演唱会，哇，这山谷音乐厅真好看。我以前在那个画册上看到过，今天第一次看。嗨，小狗狗，你好，哎，你好，好美，谢谢，说我好美。你好，感觉来看朱哲琴演唱会，对对对，都那么时尚。2天刚才电视见过你，今天看见你。谢谢。这个演唱会就比较神秘，然后你完全不知道它是是用传统那个唱的模式，还是一个什么模式，所以是我参加好像最神秘的一场演唱会。问山。舞蹈你好，我李静，好多年没见了。打扰您拍东西吗？没有，我们今天是给朱哲琴拍那个人物专访啊。我太太跟他一起演出。啊，真的啊？对，跟他们一起那儿呢。啊。为什么在那儿？西山老师，好久不见了。正好给那个朱老师拍一个人物专访。哦，您也是特地来的？不是，这儿有一个诗歌节。哦，这个全弄在一块儿了。诗歌节，然后这个朱哲琴这个演唱。刚才我碰见那个小说家张悦然和双雪涛。他们今天还播电影。双雪涛也来了。双雪涛在那玩飞盘呢。本来你看拍他，然后一会儿乌尔善来了，一会儿老狼来了，一会儿您来了。我已经碰上老狼。对，所以来了好多人。这平时要找你们特别难，在这儿直接就全见着了。全见着。刚才我也是在路上，我就看见好多。介绍一下，咱们一会儿这个门票，然后咱们就可以那边就核销就行。哦，这是咱们的曲目单。好，咱就1个小时啊。哦，对，然后咱们可能因为朱老师的要求，我们是全程禁语。不让说话。对，因为朱老师的更多的是让大家去聆听，然后咱们也会作为那个朱老师的演出的一部分。然后那边排队，引导员会带您入场。就是从现在进那边就不能再说话了。对。哎呀，这个
就跟我的职业正好违背，太好了，就需要禁语。我把手机，你好，累坏了吧？也没有。来，坐这儿吧，你坐这儿，我坐那儿。好，冷不冷啊？还好，我就让他帮我拿件里面的衣服，因为刚才脱了一件，太热了，中午。对他们拿了你们那2件衣服，一会儿冷的话，咱俩就披上。嗯，可以。特别不一样，昨天那个感觉。你呢？不一样。我很多都是没有睁着眼睛，在闭着眼听。那对了，你就对了。是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有视觉还是不够彻底，已经很黑了。因为昨天那个从那边进来的时候，感觉大家就一下有点不适应。对，怎么回事？进了一个黑洞。是，但是呢，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沉浸的，然后把很多艺术家的这种声音的东西都放在这里了。然后最后的环节，你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代表我这个年龄的心情，因为正好就50岁了嘛。我们要下山了。对，50岁的时候，到了要下山的时候。你那个原话是怎么说的？当时？好像已经快到下山的年纪，我们却一起上了一座山，人生难得几回的，谢谢。到了50岁，就好像有种这世俗定义中要下山了，对吧？你不要再去做很那种标新立异的事情了，或者自己掌控不了的事情。上山和下山也是我们给的定义。其实生命本身没有这些定义，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其实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就是破除这些标签。你看，我们是在《封神》里面，大家听哪个歌很喜欢。我们作为以前听你很多歌的观众，乌尔善真的是把我带到了这个大众。对，我想问你，这个对你来讲，你觉得是一个好事儿吗？他把我带回到，就是带到了这个公众，就更大众层面的一个表达和的这样的一个台阶吧，就是平台吧。我觉得其实对这个电影我也有，对他个人我有信任，然后对这个电影提炼的中国古代的这种基础的，就是对人的这种价值观，就比如说人应该是扬善、弃恶、正义，然后寻找光明，这个我觉得是普世意义的，不仅仅在中国的古籍里面有这样的一些价值观，其实魔戒它也是。就是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在中国的大众电影的范围里面，我觉得很需要有这样的，就是让大众能够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告诉他们什么是一个人应该具有的品质。
当年95新歌的那个很多的歌手都采访过啊，大家出了名都会去开始演出走穴，然后变得留在北京，对，留在北京，对。我没有觉得就是每个人指定的那个目标是我要去的，我没有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个生命都是独立的个体。生命之美就是这个世界之美，就那么多片树叶，没有一片是一样的。生命也如此。就它没有任何一个，就是我觉得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重合的，就双胞胎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反而在这种差异性里面看到一种可能，就是你就要保留这种差异。就是决定跟大多数人不一样，就很坚定。首先我没有觉得我必须一样。我也没有想那么多，说实话，那个时候我非常年轻，我可能20出头。就我跟着去过就是什么，去过做一些演出啊什么，我觉得我挺难受。我觉得就是你像穿了一个夹脚的鞋，就不合脚。这种不合脚，就别人看哪都挺好。你看你又得了奖了，你还有机会演出，然后你还能挣钱，但你自己穿鞋，你知道那个不舒服。你想那出去的探险家，他们去探险不是为了吃面包。他们就是内在有一个我要发现，我对世界有一个想了解它的过程，我的生命就是要去经历这种东西。但是年轻人，比如说他会跟你说朱老师，也许你是有一定经济已经吃饱了，对，所以你是是不是会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现在可能刚刚工作，或者说我还没有赚足够多的钱，让我去随心所欲的，或者去支持我的理想和梦想。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不是富家子弟。不是，我告诉你，我20来岁了，我没钱。我没钱。我在大奖赛的时候，我也是刚毕业的一个穷学生。然后我大奖赛之后，其实我有条件跟着走穴能赚比较多的钱，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宁愿在四川300块钱一个月生活费。获得好的作品是我最大的收益，其他是 plus。我幸运，我够幸运，它是个巧合，这是让你快乐的。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人，你说谁能饿死的？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是你有没有这个骨气。你们回想一下，你们的童年是钱决定你们快不快乐吗？全世界快乐指数最高的是不丹，不是纽约。那么多人说那么有个性，我觉得你们敢吗？你们敢吗？这是个好问题，大家可以刷弹幕。你敢吗？现在？对，你敢就是活出自己的那个样子吗？我觉得现在人，你说谁因为这个不去追求发财而饿死的，我觉得这个比例挺低的。说实话，攀比跟嫉妒有的时候它是天性的一部分。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对你来说什么更重要。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比如说你的工作、你的收入、你的生活，那些是个手段，那不是目标。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是很聚焦的。那你20多岁当时想做什么？我了解是我要好的音乐啊，就是为了音乐去了。我想跟好的艺术亲近，因为我知道那种好的艺术怎么点亮了我，怎么影响过我。其实比如翟永明的诗，然后张小刚的画，孩子的诗。杨炼的诗，在那个年代，我觉得他们曾经如此的感动过我。我没有因为吃过一顿饭产生过这种那么兴奋，对我来说会觉得就是世界都变得有力量，或者说暗淡了那个时刻。但是我在艺术里面我感受到，所以对我来说那个东西才重要。如果没有展览，没有演唱会，没有录音，你还做不做音乐？你们问过自己吗？当地人修理着所有的拖拉机。当某个部位颤抖，全世界都颤抖。在房间里面沐浴着灯光，汗毛孔相称，蜜蜂飞来飞去。那些年，我去了很多很穷苦的地方。我生命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对现在的存在的这种疑问。去疑问这个东西的价值，那艺术起什么作用呢？也不能解救这些人。你是几岁开始跳宣舞的？
老艺人学的。现在你看也有很多节目在请过去我们很喜欢的歌手重新返回这舞台，你会拒绝这样的节目吗？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娱乐的人，就我是一个挺随性的，自娱自乐。我不是要群娱群乐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并没有说拒绝大众。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可能误区，就是我并没有拒绝谁，但我拒绝的是那种劣质的、这个商业的、消费的文化，其实都不是非常满意。因为我觉得就是做的人没有这种诚意，就觉得大众的东西就可以很忽悠，所以我是拒绝的是这个，因为我觉得我经常跟蓉蓉他们说，我说我不是垃圾桶，不要把那个东西扔到我这儿。所以我说我要反抗所谓商业，我就要反抗这种拜金主义。就觉得钱是决定一切的事情。回归到大家，他不是拜金主义，他是没有安全感。人，对，我觉得你谈到一个关键，其实对这个现实，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我觉得需要关注和需要安抚，或者说需要鼓励的，就是这种缺乏安全感。但是我在这，我无意去贬低，就是为财富去追寻。我觉得其实财富不是一个恶，我觉得那种无休止的贪欲才是一种恶。就是一个东西本身它没有好坏，是你怎么去看待它，怎么去运用它。所以刚才我说你很任性，这不是一场商业演出，但是你为这个演出花了足足将近3个月的时间。也许有一个商业的演出，你可能不会给3个月的时间，也许。因为他如果不需要的话，我觉得就大部分商业演出不就是天天。阿杰古封回归肯定都是丹尼赫故事，就这3首就构成了商业演出。所以我觉得你活得很爽啊！你在为自己活着。为什么不爽呢？生命只有一次，而且是个偶然。对呀，这是个金句。对，对。我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建筑，它是个奇葩。就像你认识一个特怪的朋友。那如果你已经对一个好的朋友有什么定义的时候，那我觉得你就失去了跟这个怪的朋友真正理解他和了解他的这个机会了。所以我觉得我当我置身在这个山谷乐厅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酷！我觉得从来我都没去过一个这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整个观念，它不是以屏蔽掉周围来获取一个经过选择的这种表演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对，它是一个基本上半开合的场所。因为我们去的这个常规的音乐厅都是音乐厅和城市和所有周围都切掉，变成一个黑的盒子或者一个屏蔽的一个表演场所。所以就这一点我就觉得很迷人，就是它不在一个我所熟悉的这种标准的这种规范里面。那但是这种不标准，我觉得其实让很多来的人产生了很多的想象力。他的弱点也是他的个性，比如说忽然下雨了，对，没准儿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对吧？对，他就是应该做一个这样。如果那天下雨，那我们散伙，那就散伙。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挺好吗？一天我在这试灯光，我跟那灯光师傅在试灯，他在拿出光来的时候，突然间，我觉得在这个山的这边。就是那边那个方向，山坳那个闪电，唰一下就过去，我当时就惊呆了。我就跟灯光我说，什么灯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提并论。对，在这个山谷音乐厅，当你的思路打开的时候，比如说，那我就会跟着泉水走，然后我也会跟着山峰走，我会在清晨4点多你不知道啊？你住在这儿，你都没去。我建议你有一天4点你就到山里来一下。我好像
4点钟起来的时候很少，你能起来4点钟？我告诉你，其实我在金山岭获得很多启迪，太精彩了，就是所有的生物都苏醒，它们发出非常细小的声音，但是就是周围所有东西发出细小的声音，它们滋生了一种场，一个听觉的场，一个能量的场，早晨更醒的场，对。看来我们得早起一回。空气真好，应该4点起来。真的？起来了？我哪儿啊？而且我觉得睡眠质量特别好。就比如风大的时候，这也是我们采样的时候。哎呀，其实很多时刻就我们都错过了。如果你很匆匆忙忙，或者你也没有发现，但是你只要有这么片刻在这里静一下，其实你那个收获很大的。到这个时候，你就看，好像人越走越往自己的背面走，就是相背自己的心愿的。其实你心里很喜欢这个地方，但你一定要在所有的大城市，在主要的地区拥有自己的居所。就昨天我看草地上，好多城里人开车过来，就在那儿躺着，然后周日晚上还得开回去，然后周一又开始上班。对，你想这些人其实他们到了，可能从山里、从乡下、从小地方出来，那经过很长时间的打拼，好像10年8年以后，可能20年后，他们拥有自己原来想拥有的一切。但在那个时候，可能又，那这里很多山民，新山民，我觉得他又回来了。哎，但这个声音也好听哎。对，我在这里都是我的录音地点，所以有一个地方在这里。你对着它，声音是往你的麦克风的地方冲，就是它就有力量一点。其实你说山居生活或者到这里来，我觉得其实它已经给你提供了很多这样的可能性。可能你在哪个经过焦躁的一周，比如来这里，你就刚才那个风，你坐在那，你听半个小时，你躺草坪上，你听半个小时，我觉得可能比吃什么药都那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城市啊？我喜欢城市，会有很多让人激动、心动的东西，比如说新的一些技术，各种各样的文化。我觉得城市主要是体现了人的造作的能力。我在城市里，我可能会很兴奋，看各种戏，看各种电影，然后见各种朋友，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特别空虚。我觉得那些不是真的。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我觉得我就要往另外的一个地方，就往他方去。不是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吗？快点你，快点，李静可以快点。李静年轻人，你比我小吧？2岁，一样的。对呀，什么？不是你这感觉熟门熟道了，像个兔子呀！啊，像个兔子呀！天哪！这他太逗了。你看这个是我的主要山头。我觉得你对我这2天有巨大影响。这个下面是一个，这儿下面是一种流水的声音，下面因为又是一种声音。它下面积了一个小的潭，所以它到了水流下来的时候，它咚的那个就是它中频有震动，很好听。就你要我录一段，这个属于就是细活，就是像你做节目，比如你的文字，就是你的语言怎么编辑才美妙。那这种到这个程度，比如我分几段，怎么去组合这些声音，怎么去排布它，其实就是一个
就你怎么样织一块漂亮的毯子。你是把这个所有大自然的声音重新编曲，编就是有远的、有近的、有厚的、有薄的，所以你获得那种听感就不一样。你是在那儿，我在这儿。不，你在这儿，你踩在这儿，你录这个水，我录这个水声，到这个，就这个。你回去戴着耳机听。好，没事儿。我觉得我还行。我告诉你，你们就一动爬吧。快看！啊！天哪！我要拍一张照片。你别动啊，李静。那儿可是一个好看的点。大声喊一嗓子。我觉得我已经很大声了。你大声喊，你放出去，你把自己放开，不要那么扭捏，是吧？豁出去了。人生难得几回豁。来。听见回声了吗？我听到回声了。你们录到回声了吗？我再来一场。你最欣赏，就比如说，作为一个，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就是很欣赏。我这2天在山上就遇到了一个人，因为我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他的文字这么打动过我。是谁呀？就好的文字、好的诗，它就是灯。其实我知道他。在我的音乐会上，他来参加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很在乎钱为何物，但是我就是他们的读者，我是他们的观众。我看他们每一个展览，后来他们画画的时候听我的音乐，我觉得他们就是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风景。有时候在黑暗里面，或者说你在周围的这种嘈杂里面，他们又是一辆明灯，或者有时候是一杯清水，让你冷静下来。就这种友谊，然后这种彼此的创作的这种鼓励、欣赏，我都一直走了那么多年。然后他们都在昨天。对，昨天我们一起上一座山，特别理解你的那种，他们都在场，感动，就像梦一样，有的时候。就是太丰富，就太好了，就是 so beautiful， 就特别美好。
小的时候叛逆吗？我想是，没什么教育，那时候父母很忙，然后有兄弟姐妹，所以其实父母不管。不管。对，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教育。就其实孩子会看父母，像我爸爸从来没有管过我，我爸爸非常忙，然后他还负责他创办了科学世界，对他的记忆他就每天晚上都在审稿。对唯一的记忆，他有时候有空来抱一抱我说啊，我爸爸好喜欢你，就这样。我没有记忆过一次他教我看一本书，也没有记忆过他教过我什么，从来没有。但是在我心目中，我觉得他是个专业的人。就专注于工作，这个在我的心目中从小就种下了。我父亲就是这样，他是一个非常专注的人。但是我觉得父母的行为非常重要，影响。对，你以什么为有价值？你是怎么做事儿的？然后你是不是待人有礼貌？然后合理、公平，就是我觉得这些可能更重要。其实我音乐这件事儿，我父母特别我爸爸是反对的。我从小，我父母从来没有送我去学音乐。我最早期的音乐教育就是去我们市委大院的草坪上看样板戏，然后到我上学的时候，我自己去那个东山区少年宫来招那个小合唱团的，我自己报名，我就马上就考上了。不是家里人给你报，自己报。而且我父母不想我，就觉得中国人，就我爸爸还是读很多书的，觉得唱歌的有点，不务正业。对，就有特别女孩子嘛。但是我爸爸知道我在小儿童合唱团的时候，我就是算合唱团里面出类拔萃的。我爸爸没有看到我当歌手。我爸爸在我16岁就去世了。我后来在师范学院的时候，其实他给我写过信，就是说他觉得72行，行行出状元。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理解了我对音乐的爱好。当你爱一个人，你可能觉得你们永远都在一起，所以这种思想让你去不善待彼此，因为你觉得有的时间你可以和解，有的时间你可以再去表达，但是实际上世界不是这样的。对，你要知道，所谓无常，无常是常。如果就像你说，你当时来了北京，就不会遇到何训天，就不会有阿姐鼓，可能也是一个。但是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所以你就没有走这条路。对，我也是。还有就是后来做世界看见，我也是遇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马和立先生，他就说：“哎，你能不能去做一个民族的音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是世界看见，那是2009年。我还记得当时你带了好几个音乐人去那种，不是好几个，1000个村落。当时是半年，我们带着一个团队，大概10几个人。因为先是做音乐采集之旅，花了半年，都是去那个6个省市自治区。然后我运气也很好，当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 UN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没有给我钱，亲善大使的年薪是1年1美金。哦，对。那你们这经费怎么办？所以所有的钱是我自己筹得的。然后其实原来有一位先生，他原来就很喜欢这个项目，然后说我们公司会支持，然后最后你的采样大概你采6张唱片的样，那我们就会支持一笔钱。但到就这个事情要开发布会的时候，有一天中午他突然邀请我，他说我们公司决定了不能支持这个事儿。为啥呢？我想他公司的高层有不同的见解吧。对，他也没辙了。我当时就觉得天就亮了。就所有的一切准备都准备好了，记者会也发布了，我觉得是不可以不做的。所以我其实先是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
但我们就上路了。但在上路的过程，我说我永远也就是这种特别好的运气。有一天我在飞机上，我认识了一个人，坐在我旁边。他到下飞机的时候才问我说：“你是不是朱哲琴？”他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他说你的项目是很适合我们中国银行支持和推广，因为中国银行的银行业务覆盖到中国的城乡最基层，所以他说保护这些民族文化，然后支持他们，可能也在未来也可以探索一些模式，来帮助区域的这些文化带动经济发展。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然后就在飞机上，我们就说完这个话，然后就下飞机了。妈呀，这也太没有留电话，因为我是不太会，特别是这种飞机上我不会主动去，他也没有留电话。但是可能在几个礼拜之后，我们的团队收到一个广告公司的电话，说中国银行想赞助你们是联合国这个世界看见的项目。哎，这其实现在想起来太有意思了。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不做。我知道那个虚假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其实一切的这种所谓的造型，所谓的艺术处理，其实都在建立在一个你对它最珍贵的东西的这种尊重。所以这也指导了我后来的全县的音乐采集，全都有那个寻访地图。我们除了文本研究之后，还要跟当地的人，就这个传承人在不在，他现在在哪里，他是不是去世了，他是不是真的能代表这个，还是徒有虚名的，我们其实都要去做这种征询。因为寻访之旅是有工作方法的。我们的团队不允许每一天拍摄完了喝酒，文档绝对不允许。拍摄完了回来，每个人是要导素材，要做文本的这个文件的命名，要整理。对，就是这些。其实这些过程也教会我怎么去专业的去工作。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做一个音乐人，你会选择做什么职业呢？我觉得原来我是想当导游啊。我不想用唱歌来挣钱，我觉得我可以保持一个比较纯粹的，就把我的爱好作为一个我不交换。你说是刚20多岁的时候还想做导游？我其实第一次何训田认识我的时候，说你以后想做什么？他想，因为我想他是觉得我的声音还不错，他想合作。然后他先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去做个导游，我说可以到处去旅行，还可以养活自己。然后他就给我回答。他给我一句话说：“你不能去当导游，你要唱歌。”其实也就是可能是我的一个态度，我可以用我的工作去养活我自己，我不要用我最珍贵的东西去交换金钱。我很怀疑这样的交换是不够诚意啊！我原来发现我更想坐在这听个风，我不想去吃一顿那样的饭。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纪录片、新浪综艺。